阻拦朕？为什么？现在人都死了，你又来品评，朕要你有什么用？李世民第一次对着房玄龄发脾气，这也是他为了不让自己太过后悔和自责。原来相州有一个名叫李浩德的人得了疯病，到处胡言乱语，言语中多有对朝廷和皇帝的不敬之词，因此被认定为妖言惑众。按照大唐律法应予绞刑，但经过大理城张运古的一番调查后，发现这人确实有精神失常，而依唐律规定，精神病人说出犯有忌讳的话，可不必对其追责。于是张运古这一结论呈报给了皇帝李世民，并请求赦免李浩德。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，臣以为不应该给他加罪。你办案的能力朕放心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谢陛下。然而就在疯子事件即将翻篇之时，负责监察朝廷百官的御史全万纪仅用几句话，却让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给一下子推上了高潮，并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大理城办事一向公允，可这一次却有点特殊。怎么特殊？大理城多年居于相州，与相州刺史李厚德交情深厚，而这李浩德正是李厚德的弟。全万纪这番话就是在告诉李世民，张运古在李浩德一案中有假公济私之嫌，为了就是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。李世民闻言恍然大悟，同时心里有一种被张运古戏耍的感觉。这种欺君罔上无疑是彻底触碰到了李世民的逆鳞，于是他满腔怒火地上前质问张运古：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为什么不让报？陛下，我与李厚德有私交是真，可李浩德身染狂疾也是事实啊。陛下不可以因为我与李厚德有私交而冤枉了李浩德。张运古，朕一向以为你秉公执法，不徇私情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就在李世民龙颜大怒之时，全万纪却又加了一把火。他表示李浩德的神经病很可能是假装的，因为张运古经常去找李浩德下象棋，而对于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来说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张运古还想解释，可李世民已经是武则天守寡，失去了理智。我对你如此信任，可你竟拿我的仁慈来徇私舞弊。陛下，李浩德的病是真的。你还敢袒护他？也太猖狂了！把他拉到东市斩了！冤枉啊，陛下！房玄龄见状起身想要为张运古说情，然而愤怒的李世民已经彻底暴走了，他一眼便将房玄龄瞪得不敢出声。这一次李世民真的很生气，甚至连刚正不阿的谏臣魏征都被吓得不敢多言。陛下，你给朕闭嘴！脾气上来的李世民谁也劝不住，他竟没有调查就将张运古斩于长安东市。而那全万纪也并非是故意诬陷于人，他本人是出了名的正直且直言之人。监察朝廷百官的他举报张运古也是出于职责所在。几天后，大理寺经过详细调查，发现李浩德的确患有精神问题，所以张运古并没有徇私舞弊。而张运古在狱中与他下棋，也仅仅只是出于对朋友的怜悯。当李世民得知真相后，心中也是追悔莫及，但更多的是气愤。你是不是觉得朕做错了？张运古这个人，他的公允是出了名的。这件事恐怕不是他故意袒护啊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拦朕？现在人都死了，你又来品评，朕要你有什么用？面对李二的斥责，房玄龄也是很无语。当初我是想拦住你，可被你一顿痛骂。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房玄龄也只能默默接受李世民的怒火。而这次的误杀让李世民心如刀绞，他也终于明白自己为何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问题就在于死刑执行太快，快到没留一点思考和反悔的机会跟时间。毕竟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能设立更多的审核环节，层层把关，就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冲动下的误判。为了吸取教训，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，李世民随即下诏：今后凡是朕下旨斩首，哪怕是立即执行的，你们都要上奏复议3次。是陛下。李世民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3道紧箍咒，提醒自己要慎杀。人命关天，人死不能复活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就这样，张运古以一人之死换来唐代死刑复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。史书记载，此后全活者慎重。第二天上朝时，魏征突然表示朝中有一件大事一直没有做好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册封太子之后，一直还没有太子少师，这是件大事。李世民听后犹如醍醐灌顶，他光每天忙着处理国家大事，竟然忘记了太子的教育问题。可是谁来做太子少师呢？而魏征早已胸有成竹地表示，有一个人就是太子少保。李纲，
说起此人的简历，可谓相当的恢宏。他曾教过隋朝太子杨勇，还有前太子李建成，而后又教过李世民，如今又要教太子李承乾。虽然教过4任太子，但是只有李世民当了皇帝。这么说来也是有些滑稽。李世民很是赞成魏征的谏言，他也认为李纲学问品德都是第一，能做太子少师再合适不过了。这时李靖又向李世民推荐弹劾过他的萧雨来做太子少傅。你看啊，他对别人的要求挑剔，唯恐不够苛刻。少傅管理规劝太子的行为，只有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李世民闻言捧腹大笑，萧雨却是一脸尴尬，很明显李靖是在嘲讽他。李将军，李将军，御史大夫弹劾了你一次，你是耿耿于怀吗？啊？不过你说的有道理，这样吧，免去他的御史大夫，让他做太子少傅。萧雨听后满脸苦涩，虽然名头比之前高了，但是手里却没有了实权。转眼太子李承乾便正式向李纲敬酒，拜其为师。可年幼的李承乾却对于读书没有多大的兴趣，反而每天都睡得不亦乐乎。李纲见此，连忙苦口婆心劝道：将来要当皇帝，怎么不用宫刑嘛？然而贪玩的小承乾又岂能听进去？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课后，李承乾便立马抱着自己的蛐蛐跑去找下人玩了起来。太子殿下，你们的都带来了吗？殿下等好，我们马上去拿。跪下！是，让我等你们，找死啊！不得不说，这李承乾学问倒没学多少，可太子的这个架子倒是摆得一流。等课间休息结束后，小承乾便回到了课堂上课。可这时却发现李纲一动不动，没有开口。李承乾见状很是疑惑，于是上前用书简轻轻推了李纲一把，结果李纲直接倒地不起。李承乾惊吓地跑了出去。这位曾经辅佐过3位太子的一代名臣李纲于梦中辞世，享年85岁。而跑出去的李承乾竟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他烦透了这个老头，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管教他了。转眼间数年过去了，李承乾也长成了挺拔俊朗的大男孩，同时他也完成了太子的加冕仪式。看着儿子今天的模样，长孙皇后很是欣慰，只要不出意外，下一任大唐皇帝非他莫属。以前我总认为做了太子就会失去很多自由，我后来才发现，做太子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，他可以享受很多别人享受不了的特权。比起这些，做太子所要失去的一些东西，那真是微不足道了。长孙皇后听后心中大呼不好，李承乾这孩子怎么长歪了？他关切地抚摸着大儿子，给他说了句真心话：虽然你做了太子有很多特权，可你一旦滥用了这些权利，最终是不会有好的下场。所以你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做事要有分寸。就在这时，魏王李泰来了，拜见母后。太子殿下，来，坐过来吧。看着这个出落成肥大扁胖的二儿子，当妈的眼里尽是温柔，可是两兄弟相互交往的眼神中却透着鹬蚌不容的味道。然而门外不问世事的小李治却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被打上了渔翁的标签。